与此同时，欧盟也发布了一项令美国颇为尴尬的民调。欧洲外交委员会对11个欧盟国家的调查显示，46%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盟友或必要的合作伙伴，这一比例与将美国视为盟友或伙伴的比例几乎持平。其中，保加利亚、匈牙利、西班牙更有超50%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伙伴，荷兰和奥地利也几乎达到50%。此外，62%的受访者表示希望不要卷入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冲突。欧洲外交委员会在调查报告中指，这样的结果说明欧洲民众对于欧盟官员所说的去风险并不买账，欧盟成员国更加认同法国总统马克龙将中国视为战略和全球合作伙伴的想法。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号的记者会上表示，中欧是多极化世界中的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中欧关系植根于坚实的民意基础、广泛的共同利益、相似的战略诉求，历经风雨考验，具有强大韧性和潜力。正如有关民调结果所显示的，中欧是合作伙伴，不是竞争对手。中方愿同欧方一道，落实好领导人共识，把握好当前中欧关系发展大方向和主基调，巩固中欧关系向好发展势头，推动全面重启各层级实体交往，激活各领域互利合作，不断充实拓展中欧合作内涵，为变乱交织的国际局势提供更多的确定性、稳定性。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应邀在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美要探索新时期正确相处之道。您对此如何看？好的，主持人。那么这是谢锋到任驻美大使半个月来首次呢，在美国的机构平台面向美国的公众，来就全世界最重要双边关系来发表演说。那么可以说是备受各方的关注。中美要探索新时期正确的相处之道，那么这堪称是谢锋本场演说主旨的一句话的概括。那么这也是中国元首在和拜登总统当面会晤时所着力强调的顶层博话。无疑啊，探索中美正确相处之道，那么这也是驻美新大使他的使命所在。昨天谢锋的这场演说呢很精彩，金句很多，我对其中这句话呢尤其是印象深刻。世界要好起来，中美关系就不能再坏下去了。那么他所见证的也正是新大使对于中美关系它的外溢影响、它的全局意义的深入的思考。作为全球前2大经济体，作为联合国的5常成员，那么中美找不到正确的相处之道的话，关系好不了的话，那么100年未有大变局之下的世界肯定也是好不了的。谢大使这句妙语呢，和他的前任，也就是现任国务委员兼外长秦刚，他在告别美国之际撰文用的那个标题金句是一脉相承的。稳定的中美关系攸关我们星球的前途命运。我们也知道，谢锋抵美履行伊始呢，就专程去拜访了前国务卿基辛格，为这位传奇老人100岁祝寿。那么英国大刊《经济学人》啊，在基辛格他100年大寿之际呢，也罕有地推出了长篇专访。英刊对这位世纪老人他的战略思维与观察有一句经典的概括 ：In his view, the fate of humanity depends on whether America and China can get along。在基辛格看来，人类命运取决于美中能否共处。其实啊，两任驻美大使和基辛格的标签金句，如果我们连着读下来的话，就会发现，真正基于全局、洞察时事的战略思考，一定也都是相通的。所以啊，谢锋昨天就在强调，要把支持中美关系的人一个个找出来。那么，这是让中美关系避免再坏下去，让世界有希望好起来的一个技术前提。谢锋演说强调，不能用去风险来为脱钩打掩护，这又意味着什么呢？谢锋演说强调，不能用去风险来为脱钩打掩护，这又意味着什么呢？那么这实际上也正是外媒对于这场演说的一个主要的关注点。今天日本共同社的报道呢，就以此作为标题，说中国新大使对美国去风险的政策表达关切。所谓去风险而不是脱钩，上个月呢在广岛举行的这个G7峰会上被写进了声明，那么俨然成为美西方对华政策，特别是经贸政策的一个新的标签。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周日呢接受 CNN 民主播扎卡里亚的专访，他呢也特别解释美方去风险政策，它有3重目标。
其一就是要防止对一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其二就是对可用于国防安全的尖端技术出口要设限，其三就是促进高端的制造业回流美国。需要指出的是，现在呢，美西方政界、学界这两界，他们都认同最早喊出去风险政策口号的，并不是美国人，而是欧盟委员会的主席冯德里恩。但是呢，我也要特别强调，现在欧美奉行的所谓对华去风险政策，他们并不是一回事儿，并且呢，正在出现分野。举个眼前的例子，美方目前正在致力在高端芯片、人工智能以及量子运算领域要对华投资设限。但是呢，在瑞典刚刚结束的美欧政策对话会上，美方并没有能够说服或者是胁迫欧盟来加入到美方的这个政策中。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也就是 ECFR 最新公布的一份民调，则将欧美这样一种政策分野，它的民众基础呢，可以说是展现无遗。ECFR 针对欧盟11国16000人进行的大规模的一个调查的结果啊，周三正式发布。46%的欧洲受访者认同中国是欧盟的盟友或者是必要的伙伴，比认定中国是欧盟竞争者或者对手的这个受访者比例啊，要高出11个百分点，而认定欧洲应该就台湾问题保持中立的受访者比例呢，更是高达62%。所以啊，秦刚他在访问德国期间才会就此呢向欧洲喊话，谈论去风险，首先呢要思考什么是风险，风险在哪里？如果以去风险之名行去中国化之实，那就是在去机遇、去合作、去稳定、去发展。我们从欧洲最新的民调结果来看，欧洲老百姓对这样一个大事是看得相当明白的。我认为秦刚这一番在欧洲的告诫，当然也适用美国人。谢峰昨天就强调说，去风险不能为脱钩打掩护，不能给中美关系埋下更多的钉子。其实呢，也是在就此再放重话，那么更是在隔空回应沙利文。所以啊，我也奉劝美方决策者，确实要正视欧洲大陆这个大规模民调它所揭示的民情民意所在，中美关系的钉子啊，现在确实已经够多了。那么，卢比奥等反华议员周三向国务卿布林肯致公开信，以所谓制裁为名，反对邀请香港特首参加今年在美举行的 APEC 会议。那这一事态会不会在中美关系中制造新钉子呢？香港1991年以地区经济体的身份加入 APEC。那么，香港在回归之后，以正式以及单独成员的身份和中国香港的名义来参与 APEC， 行政长官和商务以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分别代表中国香港出席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部长级会议。那么，这是白纸黑字写进香港基本法的。美国作为 APEC 的成员国，今年轮值举办 APEC 系列会议，保证 APEC 系列会议顺利举行，邀请香港特首参会。那么这是美方必须要履行的东道国的国际义务，美方根本没有剥夺香港特首参会的单边权利。换言之，香港它作为 APEC 成员参加 APEC 的系列会议，也是不可剥夺的国际权利。卢比奥这些个反华派议员，他们跳出来折腾公开信，这是他们上演的最新一出的反华闹剧，也是要蹭美中交流议题的热度。美中防长在刚刚落幕的相会上双边会晤破局，美方呢现在是极度不爽，也是极度不适的。但是与此形成反差对照的是，美国高层啊近来言必称交流沟通，美媒已经在炒作国务卿布林肯要在几周之内访华。那么沙利文也上电视呢，就宣称说期待美中元首能够再度会晤。美媒马上就在延伸，连累在印度以及美国上演的 G20 峰会与 APEC 会议，就是呢两个备选的最佳会见场合。今天啊，《华盛顿邮报》一篇专栏评论的标题也是在拿美中交流来说事，说相会的形势表明中方啊无意改善对美关系，但是呢对双边交流，谢峰昨天他呢讲得非常明确，中方对话的大门始终敞开，但是呢关键要做好全过程的管理，一边把对方放在制裁名单里，一边又要求对话合作，这是不可接受的。我之前呢在评论中也曾经说过，美方对中国防长延续不合法、不合理也不合宜的所谓制裁，本身呢就是在为自身寻求美中防长沟通对话的这个努力在挖坑。所以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只顾吸引眼球算政治账的卢比奥们，
他们呢其实也是在给急于访华的布林肯国务卿在挖坑。如果这位国务卿他处理不好的话，那就是在给中美关系在制造新的钉子。好的，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